大家好，在前面介绍 Anki 的影片里面，我们有使用了 ChatGPT 来产生国字的注音符号，但是这个方法还是必须透过 ChatGPT 来产生，是有一点麻烦的。因此我在最近就尝试了带有注音符号的字形来自动产生出注音符号的方法，发现这样子的方法确实是简单很多。今天就是介绍使用注音符号的字形，还有使用 HTML 的 Ruby 来产生注音符号的方法，希望各位在产生国字的卡片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以下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字形的整个安装的过程。先来看一下最后加上了注音符号的字形的结果。我现在先进入 Anki， 然后直接点击浏览，找到一个卡片以后再点击预览。这个是正面有5个国字，然后在下一页要显示出这5个国字的注音，这个就是产生出来的结果。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字形栏位里面全部使用了带了注音符号的国字的字形，这样子的效果其实是会比先前横式的注音符号更加的直观。我们也可以到 Anki Web 来看一下呈现的结果，这个就是 Anki Web 另外一组字形的结果，各位可以看到注音都很正确的显示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进到Obsidian 里面来看一下原始的卡片，像这是一个原始的卡片，可以看到这个国字并没有出现注音符号，因为我目前使用的这台电脑的 Windows 系统并没有安装这一个带有注音符号的字形，但是我们的 Anki 却可以正确的来显示它。这个就是因为 Anki 的字形档是会同步到所有设备里面，我在别台电脑里面已经有指定好了这个字形档，这个字形档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在 Anki 2下面的台组名称下面会有一个 collection.media，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个字形档，它是底线开头的，它会同步到每一台设备里面，因此我的 Anki 跟我的 Anki Web 都可以呈现出它带有字形的结果，但是我的 Windows 系统却没有安装这个字形。如果希望 Obsidian 也出现这个字形的话，那当然只要安装一下字形就可以了。以下就来看一下这个字形在 Anki 里面应该要怎么来安装。这一次使用的注音字形是 B 注音元虽字形，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个字形档。各位请由说明栏里面直接去下载这个档案，下载完毕以后再直接把它安装到作业系统里面，它会是 ppm4 元虽 -regular.ttf 这个档案，只要把它安装起来 Windows 系统就有这个档案了。接着我们就把这个档案复制到 Anki 的牌组名下面的 collection.media 这个资料夹里面，那记得把这个档名再加上一个底线，然后接着再来做卡片样式的修改就可以了。以下就来实际的操作一遍给大家看。首先到提供的下载路径里面去找到要下载的档案，可以看到我目前要使用的是注音元虽，就是这个 ppm4 元虽。我们来找一下这一个档案，就是这一个 ppm4 元虽.zip， 把它下载下来。这个就是 TTF 档，就直接双击，接着再点击安装，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给安装到 Windows 系统里面了。重新载入 Obsidian 以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国字，现在已经出现注音了。在这边，如果你使用 Obsidian 的话，要请注意，因为我们是使用了一个 span HTML 的标签，然后定义了一个 CSS 的类别，叫做 YIN，YIN 是取自拼音的音的罗马拼音。现在是透过 YIN 这个类别来让它使用刚刚安装好的这个字形档，因此在常用的 CSS 片段里面必须加上因这个 CSS 类别来指定它使用 B 注音元虽这一个字形档，同时把它的字形大小放大了2倍。另外这个 Ruby HTML 的标签也一起放大了2倍。那这样子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注音的字形了。然后接着我们就继续再来做后面的步骤。我们现在 Windows 里面找到这个字形档，就是直接使用 Everything 搜索引擎来找会比较快，输入 ppm4 星.ttf。现在在这个 Windows 的缝子里面已经找到了这个档案，我们可以把这个路径给复制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档案复制到 Anki 的资料夹里面。这个资料夹我已经复制好了，我就不再重新复制了。它就是要把 ppm4 的开头再多加一个底线，然后要把它放在 collection.media 资料夹里面。这个路径在解说文章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根据解说文章里面的资料夹把它给复制进去，这样就可以了。接着就要来设定 Anki 里面的字形档的使用环境了。首先我们先进入首页，再点击工具，再点击管理笔记类型。
因为我是设定在 Yankee Basic 这一个笔记类型里面，因此我就点击了这个笔记类型，接着再点击卡片进来维护这个模板的内容。然后接着再点击模板里面的样式，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增加注音的样式，可以往下看，这边就是新增加的这个样式，点 YIN 这个 CSS 类别，它的字型档是使用 YIN 这一个字型，但是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 YIN 字型是什么，这个是因为我在最上方定义了一个字型，就是这个 @font-face， 我们在这个地方指定了一个字型档叫做 YIN， 它的来源是底线 Bopper-Murphy 这个 TTF 档，因此它就会执行到刚刚安装好的 B 注音元衰字型档。这个字型档因为 Anki 系统需要用底线开头，因此我们这个档名必须用底线开头，到时候这个点 YIN 这个 CSS 的类别就可以透过这个 YIN 这个字型档关联到这个底线 Bopper-Murphy 字型档了。只要这样设定好以后，基本上我们在 Anki 里面的设定就已经完成了。接着后面就来验证一下它是不是有生效，直接进入一个有使用注音字型的排组，然后点击浏览，在这一个里面要注意它的内容，点击最右上角的这个小于大于来进入 HTML 的模式，然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注音是怎么标示的。这个注音是在第一个栏位，就是直接使用了这个 class 这个字，它是 span 把它加上了使用 YIN 这个 class， 因此它就会直接使用笔记类型里面点 YIN 这一个笔记类型的 CSS 类别，它就会使用到这个类别，这个类别就指定它要使用 YIN 这个字型，那这个字型的实体的 TTF 档呢是这个底线 Bopper-Murphy， 因此在预览的时候它就会正确的呈现出带有注音的这个内容了，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正确的看到它带的字型了。那这个就是直接使用字型档就可以达成带有注音的国字的一个方法，然后也可以进入 Anki Web， 也可以看到这个注音也会很正常的呈现出来。如果把它同步到手机里面执行起来，也可以再来检视看看它的这个注音是不是有出现。各位可以发现，不管是你目前的 Anki 的应用系统，或者是 Anki Web， 或者是手机的系统，它其实都会很正确的呈现出这个字型档。这个就是直接使用带有注音符号国字字型的一个最简单出现注音的方法了，也推荐大家尽量使用这一个方法。带有注音符号的国字字型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碰到破音字的时候通常就会有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字一个音，没有办法针对破音字有特别的处理，这个时候就只能使用 HTML 的 Ruby 这个标签。 HTML Ruby 这个标签我在 Obsidian 040影片里面有介绍过，各位想要看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看 Obsidian 040这个影片。基本上就是直接使用 Ruby 这个 HTML 的标签，然后在后面呢写上你的国字，然后注音就写在 RT 标签里面，像这样子就把怂恿的注音符号写在 RT 标签里面，到时候再呈现出来，它就会是像下面这个样子，下面是国字，然后上面是注音符号。如果你想把注音符号显示在国字的下方的话，就是把 Ruby dash position 从 over 改成 under， 它就会变成显示在下方了。这个就是直接使用 HTML Ruby 的标签的一个做法。下面是直接使用 Obsidian Yankee 这个外挂，它来组合出 Anki 卡片的一个内容，也就是3个减号的上面就是正面，3个减号的后面就是背面，在这个正面就是问题，那在背面我使用了 Anki TTS 这个标签来让系统做发音，因此它会念出怂恿这2个字的中文的发音，然后后面就是一个说明，接着后面这边就是用 Ruby 就是显示出注音符号在上面的这显示的方法，在后面这边用的 class 等于 YIN 就是会显示出带有注音符号的国字。那以上就是介绍了如何来制作带有注音符号国字卡片的一个 Anki 的做法，那希望对于各位在使用 Anki 上能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技巧对于你在使用 Anki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